你们干什么呢？奉包大人之命，带庞玉往府衙听审。住口！竟敢直呼侯爷的名讳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让开！拦住他们！别动！别动！全部给我退开！是。你是什么人？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。你是预谋南下展昭？展某是为了安乐侯庞玉而来，与你们无关。你们最好还是让开，否则刀剑无眼，伤了谁都不好。站住！什么人敢擅闯侯爷府？他是南下展昭。管他是南虾北虾，为什么不把他拦住？属下，别难为他了，他拦不住的。你们太胆大包天，安乐侯府岂容你们来去自如？别说是安乐侯府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在展某眼中又有何惧？好大的口气！今天就让你来得去不得！上！是，尽量不伤人命。是。来，来，大胆，敢打扰本侯爷饮酒！侯爷，这酒恐怕你是喝不成了。哼，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是。你是什么人？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。来本侯府邸做什么？奉包大人之命，请侯爷府衙公堂走一趟。啊！带人犯！带人犯！包大人，你将本侯请到公堂，又摆出唐威来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侯爷，陈州饥荒震惊朝野，皇上上提天心，下恤百姓，诏令侯爷陈州放赈，但不知侯爷赈民可曾投入救灾，赈粮可曾发放百姓？包大人可是明知故问了。包大人要本侯来此，总不是为了闲话家常吧？不错，本府经多日查访，所见所闻，在待闲事，侯爷并未依职放赈，不知侯爷可有说辞？包大人有所不知，放赈之事千头万绪，灾民也多有假造虚报。
本侯奉旨放阵，自然要再三查证，谨慎行事。延宕时日也是在所难免啊。然而，救灾之急，急如星火，百姓饥肠辘辘，嗷嗷待哺，有其可言当？为求公允落实，也是情非得已。本侯谨慎行事，才不愧对皇上、朝廷、灾民百姓。哼，那却又为何将朝廷阵营移作侯爷府邸修葺扩建之用？难道这也是为了皇上、朝廷、灾民百姓？包大人，这子虚乌有之事，既不能道听途说，更不能妄加臆测呀。住口！何谓道听途说、妄加臆测？你挪用阵营，克扣赈粮，奴役民工，强弱民女，你的种种恶行，本府均已查清问明，搜录在案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敢在本府公堂之上信口开河，大放厥词？包拯，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小的3品府尹，本侯却是皇上钦点御封的安乐侯。本侯奉旨放阵，又岂能轮到你来又查又问又审又办？斩护卫，在。请圣旨。是。圣旨下，跪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陈州饥荒，朕感同身受。前诏令安乐侯庞昱代天放阵，未见成效。今诏令开封府尹包拯、陈州督镇查查缺失，如有疏漏失职，交由包拯全权处置。钦此。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庞昱，你奉旨放阵，本府却是奉旨督政。本府能不能查，能不能问，审不审得，办不办得？包拯，就算你奉旨而来，本侯也可任由你查问审讯，不过你却办不了我。本府因何办不了你？本侯贵为安乐侯，以我大宋律法，只有大理寺有权判决。包大人可还记得呀？当朝太师乃本侯生父，宫中贵妃乃为本侯亲姐。包大人以为大理寺中有谁敢办？多大的罪名，又有谁敢判？庞昱，你本是不学无术、无知小人，权杖复结于阴，封侯受爵。如今居然还厚颜无耻，洋洋自得，难道不怕丢尽你庞家颜面？随你怎么说，一旦回到京城，包拯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？哼，怕的是你回不了京。包拯，你敢违法私刑？本府一向知法守法，你且看来。本府蒙皇上御赐，龙虎狗3口铡刀，刀刀皆有先斩后奏之权。那狗头铡，铡的是
小小奸佞、行凶作恶之辈，胡头铡，铡的是贪官污吏、万法弄权之徒。至于这龙头铡，龙头铡，铡的便是如你这般目无王法、仗势行凶的皇亲国戚。包拯，你敢？你敢？本府奉旨行事，惩奸除恶，又有何不敢？来人呐！在。摘掉他的紫金冠，脱掉他的滚龙袍。是。包拯，你敢？我爹绝不会饶你的！闭嘴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谁敢动我？我是安乐侯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放开！放开！我是安乐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堂下听判。庞玉，你无功而受禄，蒙皇恩而封侯，本应上提圣心，下恤黎民。如今陈州饥荒，你奉旨放赈，就该看灾抚民，戮力以赴。你却因贪财而克扣镇营镇粮，逞私欲而欺压民工民妇，极尽奢靡之能事，而无视于戮岛之恶票，其心可鄙，其行当诛。依法论罪，罪在不赦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铡伺候。是。你们不能杀我，不能杀我！包大人，饶命啊！你不要杀我，饶命啊，包大人！包大人！包大人，饶命啊！包大人，饶命啊！包大人，包大人饶命啊！包大人饶命啊！领导好。下一个，拿好。下一个，别着急，都有。来，下一个，别急。人饥己饥，人溺己。这话说着容易，要想做到，却有何其之难？若不是大人来到陈州，这些灾民恐怕仍要受那饥饿之苦。大人铡了庞玉，真可是大快人心啊！此时或是人心大快，然而却为日后增添了不少的后患。别着急，大人是担心庞太师和庞贵妃伺机报复。都排好队，排好队。
詹护卫，大人虽不惧怕他们报复，不过大人与庞太师同朝为官，总会见面的。而且庞贵妃又深受皇上宠爱，恐怕会对大人不利。大人还是要多加小心为上。既然是为朝廷效力，为皇上分忧解劳，就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可曾将赈灾之事交代妥当？大人，学生已经告知王大人了，大人尽可放心。好，明日一早就启程回京。是。大人为何如此着急回京？皇上关心灾情，心系灾民，早些回去也好让皇上释怀，也算是略尽人臣之道。夜色已深，母后还是早些安歇吧。晨昏定省，虽是子女孝道，可是皇上日理万机，自然不同于一般人。以后偶尔来看看哀家就行了，用不着天天来。不，朕一向自诩仁孝治国，仁者爱人，孝者孝亲。倘若连朕都不能善尽人子之道，又何以教化臣民呢？大宋有你这样的皇帝，是朝廷百姓之福啊！哀家虽不是你的生身之母，你仍然恪守孝道，还是嫡娘娘调教的好。朕7岁被选，立为太子进宫，生母虽有教导，可母后的熏陶更让朕获益良多。母后乃是当今国母，母仪天下，朕理当尽孝。八贤王忠心谋国，嫡娘娘雍容有度。皇上那一双莘莘父母，称得上是朝廷的表率典范。谢母后夸赞。好了好了，明日还有早朝，皇上也该去休息了吧？是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郭槐，奴婢在。皇上如今更加成熟稳健，而且是位有为的明君。只是你我却都老了。娘娘青春正盛，一点都不显老。你呀，就会讨哀家的欢心。娘娘，奴婢伺候太后20多年，向来是实话实说呀。来，坐。以后啊，玩球当心点儿，别再到这儿来了啊！被宫里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冷宫，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，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。你犯了什么错？我错在进了深宫内院，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。你嫁给了皇上？不错。皇上为什么让你住到这儿来呢？你还小，你不会明白的。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，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。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，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？不可以，有时候命运
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。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。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？要仁慈，要孝顺。仁孝这2个字如果做到了，就能是个好皇帝了。我不懂。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懂的。我送你样东西，来，过来。给。为什么要送给我啊？也许是我们有缘，也许是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拿着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块玉佩可有别人见过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今后你要随身佩戴着，在你当上皇上之前，绝不可以让任何人发现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听父王的话就对了啊。是父王。父王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别问她是谁，啊？有很多事情，等你长大成人以后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切记，你当上皇帝之后，一定要以仁孝治国。切记，莫忘。嗯。贼人夜闯进宫，惊扰圣驾，臣罪该万死。哼！倘若来人要行刺于朕，这大宋天子就要换人了。
臣万死难赎其罪。臣立刻责令内务总管加派人手，严加守卫，确保陛下安全。好了，你是当朝宰相，皇宫内院不归你管，责不在你，朕自会惩处。你起来吧。谢皇上不罪之恩。朕自认虽非有德明君，却也非失德昏君。朕并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于朕。皇上仁民爱物，孝感动天，天下臣民无不敬仰感戴。倘若如此，却又为何会有贼人闯入进宫呢？贼人既为忤逆犯上，伤及龙体，那他夜闯寝宫，又所为何来呢？他取走了朕贴身的玉佩。玉佩？虽然只是一块玉佩，但对朕而言却意义重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。进宫警卫森严，独缺带刀护卫，吾属来去自如。试问玉猫安在？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。不错，朕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又赐封号玉猫。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。可是展昭随包大人沉舟独镇，尚未回京啊。朕选你来，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，将此事告知包拯，要展昭追查贼人，追回那玉佩。臣遵旨。还有，那包拯身为开封府尹，经济安全责无旁贷，进宫遭人闯入，非同小可，他也得给朕一个交代。臣明白，臣立刻去办。请交给包大人。展护卫，此案既是冲你而来，你可明白其中究竟？是白玉堂。白玉堂？啊，回大人。陷空岛吴蜀在江湖中饶有盛名，那白玉堂乃是吴蜀之末锦毛蜀。这吴蜀都是何人呢？回大人，吴蜀之中，钻天属卢芳居长，擅长轻功；彻地属韩章居次，深谙火药地雷之术；川山属徐庆天生神力无敌，番江属蒋平水下功夫了得，而那锦毛属白玉堂虽然排行居末，武功却是最高。这五人气味相投，义结金兰，在江湖人称吴蜀。他们的行事作为如何？吴蜀虽是江湖中人，却颇为行侠仗义，也无不良素行。属下虽与他们没有来往，却早有惺惺相惜之感。展护卫既然与吴蜀并无往来，却又怎知擅闯进宫，
盗配流书的是白玉堂。大人，那白玉堂心高气傲，行事乖张率性，只有他才会犯下如此鲁莽的行为啊！展护卫与吴蜀可有旧仇宿怨？属下与他们无怨无仇。既无宿怨，那白玉堂为何要盗配流书嫁祸于你？大人若真要问，属下只能说虚名二字害人。此话怎讲？大人，祸端正是那玉猫的封号。玉猫封号，乃是圣上因见展护卫身手矫捷，驯如狸猫而赐名，与他人又有何干？大人，猫鼠乃是宿敌呀。本府明白了。可是纵然如此，又何须计较至此啊？大人，江湖中人惜名如命，白玉堂此举，为的是要逼属下与他一较断肠。只是因展昭而牵累大人，属下难辞其咎啊。不，此案不能怪展护卫。那白玉堂擅闯进宫，盗配流书，惊扰圣驾，已非江湖恩怨。本府职责所在，又岂能任其逍遥法外？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皇上限期5日追回玉佩，缉拿盗配流书之人。立刻查明那献公岛究竟隶属何府何州。本府请旨调派官兵抓贼拿人。啊？这公孙先生可是有不同看法？回大人，江湖草莽行事，大多不受法理束缚。大人如兴师动众而去，倘若那白玉堂情急之下毁佩逃逸，大人将如何向皇上交代啊？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本府也誓将他追捕到案。以江湖之大，倘若白玉堂有心藏匿，恐怕永难将他追击到案。公孙先生可有良策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此事还需仰仗展护卫。展护卫？公孙先生之言，展昭明白。白玉堂既是江湖中人，属下就以江湖规矩来办。此话何解？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意在展昭，只要属下亲往献空岛，此案自然可破。然而本府又岂能让展护卫独自一人涉险？大人放心，属下自信还能应付得了。大人尽管回京复旨吧，展昭5日之内，定当携佩回京。既然如此，展护卫多加小心。多谢大人关心，属下告辞。大人，稍待，本府修书一封，叫信差快马送回京城面交王丞相，将此案情形向皇上奏明。你我即刻启程，早日回京面圣。是，大人。但愿展护卫此去献空岛，
能够平安无事。白玉堂一身傲骨，宁死不容。哼！
五弟，五弟，大哥，这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万一……大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官，请，这边坐。小二，哎，陷空岛离此地还有多远？还有2里地吧。客官要去卢家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卢庄主仗义好客，远近都知道。客官一身侠客打扮，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了。算是吧。不过客官今天可能去不成了。为什么？陷空岛外是芦花荡，卫士一过，大雾弥漫，没有船是不可能上岛的。客官可以在这儿小住一晚，明天再去。小二，你可不是为了招揽生意吧？不，客官要是不信，尽管去问，问谁都行。好，我信。来，准备一间上房。哎，是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老五，要再不说话，非得把我憋死。二哥想说什么，话都已经说到头了。哎，其实大哥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如果二哥只是想来劝我，那就最好别说下去。不是，我可不是来劝你。大哥说的虽然有道理，可咱们兄弟一条心。如果你非要坚持这么干的话，我们谁都不会有意见。哦，二哥同意我的做法，我们都同意。大哥，行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。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。倘若展昭真的找上了陷空岛，咱们兄弟齐心合力与他斗上一斗。多谢几位哥哥。不过，如果朝廷派来了兵马，又当如何？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，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。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，吴蜀认罪服刑，一个也不会少。
启禀大人，后殿已经整理妥当。大人可要前去歇息？不，本府还有事交代。张龙、赵虎在。明日一早贴出告示，就说本府在天齐庙放告，若有冤情，尽管来告。是。大人，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？否则也不会因赶路错过宿头而被迫夜宿此地。如今为何却又不急了呢？并非本府不急，而是庞玉之事，让本府多有省思。请大人明示。那庞玉奉旨放赈，却借机贪赃枉法，数万灾民竟尝消夫之苦。若非本府奉旨督政，及时弥补，灾民岂非有冤无处可伸，有苦无处可诉？大人说的是。庞玉以安乐侯之尊奉旨前来，地方官吏就算有为民之心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地方官吏原本胆小怕事，多无担当，百姓之苦不言而喻。既然本府偶宿此地，若是借此时机查民隐、解民困，方才是为官之道。大人急民之所急，苦民之所苦，实乃朝廷百姓之福。既使朝廷俸禄，自当戮力以赴。本府不过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误了返京之行程啊？那倒无妨。本府陈州督政之事，斩护卫、献公道、弃道之行，俱都在本府书信之中，一一向王丞相禀明。在斩护卫追回玉佩，抓到白玉堂之前，回不回京，倒也并无差异。若是留在此地，能为百姓多做点事，岂非不虚此行？来，贴上。走。来，这儿贴一张。走。告谁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也放告。展昭去了献空岛。是的，包大人在书信之中言道，5日期限之内必定有所交代。哼，最好如此，否则朕不惜调配天下兵马，也要将那盗佩之贼擒获，追回那一方玉佩。臣愚昧，臣不解的是，那方玉佩果真如此重要吗？或许在一般人眼里，那只是一块昂贵的玉佩而已。可是对朕而言，那却是朕童年的回忆与八王爷的谆谆教诲，意义非比寻常。老五，哼！哎，二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神秘啊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厅里说，非要把我约这儿来？有些话
我不想让大哥他们听见。哎，老五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都是兄弟，还分什么彼此？这些话就是不能说，只能让二哥你一个人知道。老五，你明知道我是急性子，就别折磨我了，快说吧。方才三哥说展昭过了他那一关。是啊，哎呀，这展昭就是展昭，没想到你三哥天生神力，竟然在力气上输给他。他使的是巧劲，算不了什么。那也不错了。对了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赢他？没有。啊？那你还把他招来，这不是让自己难看吗？可是他也未必赢得了我。这，二哥，这就是我找你来要说的话。如果我和展昭比斗下来，输给了他，陷空岛五蜀的颜面就全靠你了。啊？我？哎呀，老五啊，你太抬举你二哥我了。五兄弟里面，我的武功是最差的，你们都赢不了他，我就更不行了。不，你行。用你的火药地雷。可这件事不行，大哥要是知道，那肯定会骂我的。好，如果你不同意，只要我输了，就当场自尽。哎，别，咱们再商量一下。老五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行，那我怎么才能让展昭进我的地雷阵呢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在我和他决斗的10丈之内布下地雷，倘若我真的输给了他，立刻引爆。啊？什么？那不是连你也被炸成碎片了吗？我这么做治不了展昭，而且，二哥，我的脾气你清楚。如果败给了展昭，活下去比死更痛苦。我宁愿跟他同归于尽。五弟，也罢，南侠展昭虽然名震江湖，可我们吴蜀在江湖中也不乏盛名，就依五弟吧。啊，好，
大哥的确不失江湖豪气。不过比武较技，点到为止，不可拼命啊！尤其是你啊。这老板，客官，来，请，来，您坐啊，来，走了，哎呦，来，老板啊，怎么不见其他人？难道我错过了传期？这哪有什么其他人呐？去县公岛，除了当地的百姓之外，都是卢庄主的客人。平时啊，根本就没人上这儿来呀。那你的买卖岂不是没人光顾了？我这哪称得上是买卖呀？这茶水钱都是卢庄主出的。哎，对了，来我这儿喝茶是不收钱的，免费。这是为何？这庄主他也是担心有不速之客前来嘛，这招呼点茶水钱嘛。看来在下也是不速之客了。哎呦，说实在的，客官如果没有事先约好的话，恐怕还真是过不了这湖。是吗？川家，可愿送在下一程？好，上来吧。
这句话。哎！是吗？大娘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不知道。那个包大人。哎，老弟啊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哦，有关老爷啊，到咱们草洲桥来了，在齐天庙放告。放告啊？放什么告啊？哎，只要你有冤情，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，你想告谁就告谁。你写的状子，人家老爷全都接。告一告吧。接过。娘。娘，你没事不要紧吧？娘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张毅，哎，你说这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？哎，是。好，去，快去！我去干嘛呀？我去告状，去替娘在包大人面前申冤告状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去！哎，去，快去！快！草民张毅叩见青天包大人。张毅，你是有冤要申，亦或是有状要告？不是我，是我娘。我娘说了，她有冤要申，也有状要告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有诉状？诉状？包大人，草民不识字，不会写状子。好，就姑且让你口诉。你娘究竟有何冤屈，状告何人？草民不知道啊。张毅，你既没有诉状，又不知道你娘要告什么，那你要大人如何帮你？
草民，草民，草民，草民。也罢，看来只有将你娘带到庙里来，本府查清问明之后，再做研议。可是我娘，她眼睛看不见。印堂可是双目失明。是啊。就算是双目失明，你也可以牵引他来此。啊，不，我娘说了，我娘说要请包大人到家里去。本府若是不去呢？如果不去，我娘说了，她就不告了。这却为何？啊，我娘说了，如果包大人真是清官，知道人有屈要伸，一定会追查到底。如果连我家都不肯去，那就不是清官，告了也没有用啊。大胆，不得对大人无礼。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。无妨，你娘之言也不无道理。张仪在，草民在。本府传令放告。如今还有许多人等着告状，待本府一一了断之后，再随你回家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谢包大人，谢包大人。张龙、赵虎在，将张毅带至庙外等候。是。大人当真要去？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张毅之母能说出那番话来，不像是一般无知村妇。不错，这正是本府决意亲往的原因。或许此番前去，真能访出个奇冤大案来，也未可知啊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娘，包大人来了。包大人真来了。包大人，包大人果然是清官。老夫人，本府业已亲自前来，你有什么冤屈，可以说了。不，老身怎知，当真是包大人。老夫人目不能视，本府倒不知该如何取信于老夫人。老身自有办法。张毅，哎，娘，告诉娘，包大人长成什么模样？不碍事，你就说与老夫人听听。包大人身材高大魁梧，脸……说下去。脸黑得像锅底一样。大人，王朝。是。不错，包大人，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？老夫人，不得如此无礼。公孙先生，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适宜，又有何不可？这儿。后脑果然有一凸起，正是包大人没错。老夫人既已确认本府身份，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？还请包大人并退左右。老夫人，本府随侍皆是心腹。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，就连张毅也不能留下。娘，也罢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老夫人，
可否容学生在场？你是？学生公孙策。哦，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谋士，你见多识广，足智多谋，有你在，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。你可以留下。多谢老夫人。老夫人，如今可以说了。抱卿。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吻称呼本府？依法论罪，便是犯了欺君大罪。哀家原本就是皇宫中人，如此称呼有何不可？老夫人说是皇室中人，但不知是哪位王爷亲眷，来自何州何府？哀家本是赵氏家眷，来自包卿执掌的开封府。老夫人，皇室宗亲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，不知道当年老夫人的府邸坐落于京城何处？皇宫内院。皇宫内院，乃是皇上宝眷所居之处，不可恣意妄言，惹祸上身。哀家何曾妄言？皇宫内院的玉晨宫，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。住口！本府念你双目失明，年事已高，又恐你含冤莫白，负屈难伸，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。如今你却信口雌黄，胡言乱语，还不速速将实情相告，否则莫怪本府依法治罪，以正视听。保长，你怎敢断言哀家是信口雌黄、胡言乱语？那玉晨宫虽是宫中贵妃所居，然而却已荒废多年，无人居住。20多年前，哀家就住在玉晨宫。30年前，玉晨宫所住的乃是先皇在世之时的李贵妃。哀家入住之前，娘家本姓李。你，本府不知你是由何处听来宫中之事。然而，那太妃李娘娘，早在20年前便已仙逝归天。朝中文武百官，无人不知。你又怎敢虚言假冒？包钦指的可是20年前烧死在冷宫的李贵妃。你怎知李娘娘曾在冷宫？哀家知道的不仅仅如此。若不是当年人人都知道哀家已死，哀家又怎能逃得出宫来？如今哀家又怎么能在包钦面前揭发这段耸人听闻的宫闱秘史呢？老夫人之言的确耸人听闻，只是事关重大，又事隔多年，一时之间恐怕还难以查证老夫人所言是虚是实。不知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呢？公孙先生果然是心思缜密。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，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，哀家的20年冤屈，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。
不错，本府一生办案，讲求的便是真凭实据。倘若老夫人提不出凭证，宝琴无需担心，哀家有先皇所赐，20年来珍藏遗物，从不敢随便离身。哀家等候的就是这一天。这是先皇御赐金丸，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。这金丸当真是当年先皇御赐，岂能有假？普天之下只有2枚，哀家有1枚，还有1枚，还有1枚刻有金华宫刘妃。可是当今刘太后，不错，就是她。2位爱妃，玉晨宫李妃，金华宫刘妃。这2颗金丸之上，均刻有2位爱妃姓氏，你们要好生收藏啊！谢皇上恩赐。啊，免礼免礼免礼。大人，宝琴可是信不过哀家。御赐金丸是否为真，日后当可查证。然而，宫闱之内诸多情事，若非亲自经历，单凭传闻，绝不会如此详尽。便是陈琳陈公公告老还乡之时，也曾与本府多有往来。30年前的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本府心中已有决断。你怎么说？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宝琴平身。谢娘娘。苍天哪！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苍天有眼。启禀大人，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，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。可曾有人打听她的来历？回大人，属下已按大人指示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，请大人放心。好。老夫人的真实身份，只有本府与公孙先生知晓。时机到了之时，自会告知尔等。在此之前，要绝对保障老夫人的安全。回大人，张龙、赵虎亲自带人守在厢房门口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那张毅如今何在？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，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。
为防走漏消息，也只得暂时如此了。退下。是。大人，老夫人的行止，大人打算如何安排呀？此事太过棘手，先皇宠妃流落民间，却又在20年前传出死讯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故而，本府将她接回庙中，待问明原委之后，再做定夺。
你说什么？7年来，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，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！东宫太子？你是说，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，是本宫的亲生骨肉？正是啊！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，因此隐瞒至今。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，八王爷看到了，未免娘娘担心，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。果真。苍天有眼，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。娘娘，八王爷特别交代，此事切莫声张，若要被奸人得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谁？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，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？皇上潜心修道，不理俗事。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，想必娘娘清楚啊。是他。是他。是刘妃。正是他呀！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，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！我和她情同姐妹，情同姐妹，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？唉，权势诱人呐！如今她也得偿夙愿，成了当今皇后了。不，我不能放过她！你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本宫要见他。快去告诉皇上！娘娘，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的呀！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，一直耿耿于怀。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，倘若声张出去，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，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。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，为所欲为吗？要忍，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，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。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，反而招祸呀！为了确保皇儿平安，哀家也只好忍耐，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，祈祷上苍保佑皇儿，盼他不受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娘娘又怎会诈死
逃出宫去，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？不错。皇宫内院门禁森严，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。当年太子年纪幼小，或和侥幸闯入，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。机缘凑巧，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，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。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竟然向先皇诬告我，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，是诅咒先皇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诅咒于朕！皇上请息怒，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。生下妖孽，朕没有赐他死，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李娘娘生性温顺，不会怀此恶毒心肠，还请皇上圣察呀。陈总管，他若不是诅咒皇上，那他为什么要半夜3更的烧香呢？陈琳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此地非7尺白绫，要他自尽谢罪。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不行，朕意已决。陈琳，你是首领太监，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。皇上，大胆！你敢抗旨不遵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柏怀，奴婢在。你是后宫太监总管，你听着，1个时辰之后，去冷宫验明正身。奴婢遵旨。先皇既然下旨赐死，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？提起此事，也实在令人心酸。除了陈琳之外，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。正当他们2人在无忌大
想啊。倘若娘娘奉旨归天，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！娘娘，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，终其一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在，终有一天，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。届时，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，更能让这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！请娘娘成全。好，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。谢娘娘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愚忠！无论是于忠，还是秦凤、陈琳，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若无他们帮助，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了。娘娘，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，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，饱受穷困苦难呢？也是造化弄人，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，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，不幸染病身亡。哀家举目无亲，四处游荡，盘缠用尽，只好乞讨为生。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，哀家将他收为义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以卖菜为生，奉养哀家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倒也能够勉强度日。宝琴，臣在。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哀家的冤案，你可还敢接？回娘娘，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。保朕身为人臣，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，一事不忠。如今，保朕定当竭尽心力，为太妃娘娘平反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禀娘娘，事关重大，不可不慎。为求掩人耳目，请娘娘全充包拯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，也好名正言顺同返京城。恳请娘娘恩准。一切就依你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学生敢问，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？哀家也不清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？哦，公孙先生还能治病？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，或可查出些端倪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。公孙先生，情形如何？大人，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哭瞎了双眼。可有复明之计？拖延时日过久，恐怕难下定论。学生尽力而为。大人如今作何打算？
此案牵涉太广，一时尚难有对策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尽快回京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王朝马汉在，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启程回京。是。大人，张毅可要随行？不，他若随行，恐会起人疑窦。让他留在庙中，不得对外声张。是。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虽是皇上多年，
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，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，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铡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，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。接下来只怕往后，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既识君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呀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府衙内并无女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。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哦，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至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青能是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。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、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
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静待包卿安排吧。是，包拯立刻着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，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，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君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，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，他定能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。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。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。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大人，王丞相来访。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？快请至花厅说话。是。相爷请。相爷，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，要你去陈州督镇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相爷，那庞玉克扣赈粮，私吞赈银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裸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镇，若不扎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镇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
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，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饥民被逼，沦为盗贼，灾民被迫结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，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，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。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。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。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，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啊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。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，
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指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御猫称号，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展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哈，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。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，包拯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展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。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？相爷，哎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包拯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钦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。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钦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诊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包钦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赵方抓药。
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，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佩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但不知是哪位女人？是……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2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大人，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，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
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但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将玉佩归还，并未多生枝节。主动归还？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献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安？大人，白玉堂素无恶行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，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。然而他夜闯进宫，惊扰圣。更足见其以蒙悔意。即便是依法纠办，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，蓄意与否之别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，本府何尝不知？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，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至于判罚是轻是重，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啊。白玉堂所作所为，已然惊动圣驾。皇上震怒之余，下旨要亲自见他。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，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？一旦白玉堂到案，圣意如何，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。此案恐怕并不好办。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，然后视皇上动静再做决断？如今也只得如此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较此事更为重要，
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，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。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，还有重大案件发生？不错，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臆测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知晓。是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，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，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；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“仁孝”2字期许皇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“仁孝”2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，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，真如至宝。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，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，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职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的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
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览。不错，正是此佩。抱请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？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诏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呀。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罪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大人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。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糟了，糟了！哎，这下可麻烦了。二弟呀，什么事你慢慢说。老五他走了，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留了封书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
4位兄长如晤。弟夜闯进宫，盗宝流书，原为与展昭斗气。岂知展昭胸襟气度，无不令弟折服。玉佩虽已归还，却仍有未了之事。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，非但展昭难以交差，包大人也必受牵连。弟一错不能再错，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，均与4位兄长无关。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，玉堂拜拜。这不妙啊！武帝去开封府投案了。武帝是不是疯了？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，他非死不可。是啊，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大哥，我们把他追回来。不，武帝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，就算是追上他，他也不会回头。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三弟，平时你最为冷静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存心去死，我们就随他去。哎，老三，你这说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三哥，我们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呀。三弟啊，你这个说法谁都不能接受，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。大哥，按我平日作风，我会怎么办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啊！我现在正是此意。对，三弟说的对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武帝犯了错，也就是我兄弟的错。武帝如果被处死，我们也一起死。好，老三，我们一起啊，陪老五去开封府自首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能不死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啊？不过要是非死不可，那就死吧，反正一起作伴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、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时辰已晚，母后想必累了吧？其实哀家并不累，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，多说几句也没关系。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，失而复得，总是令人高兴的嘛。哦，皇上什么东西丢了？是一块玉佩。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，
一块玉佩，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？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！朕从小一直佩戴，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。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？不，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。谁呀？当时朕刚进宫，并不知道她是谁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。皇上，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，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，奴婢一定认得。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？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。这怎么，连哀家都不能看吗？不，当然能。母后请看。母后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才说不累，怎么一会儿就倦了？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母后既然倦了，就早些安歇吧。也好，哀家就不留皇上了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
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？是，整整7年没出宫门一步。这种日子，的确不如死了的好。娘娘，先皇赐他自尽后，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？是，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。郭总管，请看。郭总管，可要看清楚了，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，出了差错，可不干我的事啊。错不了，快盖上吧。郭公公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去了你啊？皇上降旨让你贵妃回天，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？回公公，冷宫一个小太监于中染了疾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派人呢，赶快把他送出宫去，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，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。请公公原谅卑职失职之罪。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呐。行了，咱们3个都是奴才，都是替主子办事的，谁也别说谁。郭公公是后宫总管，教训是应该的。好吧，你愿意挨训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陈公公是首领太监，皇上身边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待呀。咱家要是不在这儿盯着紧点儿，怎么向太后娘娘交代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。秦风，李娘娘已经归天，明天清晨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，运出宫去安葬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儿，出了问题，咱家拿你试问。是。郭总管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难道郭总管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跑出宫去不成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陈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有意见啦？好，后宫你说了算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得向皇上交旨。咱家陪你一块儿去交旨。谁知道当天夜里，冷宫就失了火。是，奴婢猜想，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，碰到了烛火，才引起了大火。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，火场里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秦凤，一具就是李妃。国怀，你可知道当年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封起来吗？这，奴婢不知道。奴婢也一直不敢问。
哀家想，只要封住冷宫，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，她永远出不去，也永远不会找我报仇。她在这里住了7年，如果换成我呢，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。谁？娘娘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门一直锁着呢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。有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母后，好些了吧？皇上不去早朝，到这儿来做什么呀？听说母后病了，朕当然要来看看。没事，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御医已经看过，开过了药方，没事的。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。难得皇上一片孝心，哀家会多注意的。你去忙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？奴婢该死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听说昨天夜里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。太后去冷宫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只要去，奴婢不敢阻拦呐。冷宫尘封了20年，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，什么也没有。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呢？回皇上，太后是去凭吊吸入宫中的姐妹。 20年前，朕还误闯过冷宫，之后没多久，冷宫就失火了。难道太后去凭吊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？是。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？郭淮，奴婢在。冷宫里住着什么人？怎么？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？ 不，奴婢不敢。当时住的是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李娘娘。李娘娘，失火之时，她可曾在宫中？在。回皇上，当时李娘娘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。太后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昨天是她的忌日，所以才去凭吊。 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朕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。太后如此念旧，倒是让朕颇觉意外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不把冷宫修缮重整呢？回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了缅怀故人，故此下旨维持旧貌，并且深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 太后虽然顾念旧情，可睹景思人却徒增感伤。也许太后的病正是因此而起。郭淮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重修冷宫。皇上，等建好之后，就不把它当作冷宫之用。朕的后宫，绝不要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方。
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、陈总管，学生也已向王马、张赵四位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，并特意叮嘱四人，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。的确不能露出半点风声。可陈琳居住的地方离京数百里，一去一回，恐怕要不少时日啊。尤其是陈总管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旅途劳顿，回程应该会慢一些。依公孙先生估计，陈琳何日可到？由今日算起，少说要6、7日。哦，太妃娘娘的身份或许可隐瞒一时，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。不错，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八王爷那边才是啊。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。是什么人？锦毛鼠白玉堂。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？寻展某何事？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，那白兄要找的是包大人。找包大人有事吗？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？白玉堂私闯进宫，盗走玉佩，请包大人依法治罪。大人，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展昭，你不必替我说好话。玉佩虽已交还，刑责还是要追究，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。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，不劳你操心。且让本府先来问你，你可知道，进宫盗佩，惊扰圣驾，依法论罪，乃是杀头之罪。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，就不怕杀头。好气度！然而你明知必死，为何还要前来？大人，我不来投案，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，行闻天下，抓我归案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本府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然而，以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你若是藏匿不出，要想抓你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。你是不希望连累陷空岛的结义兄弟，亦或是为了展护卫，甚至是为了本府？包大人，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，又何必追问其他？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。不，展某答应过卢庄主，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。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，甚至遭到皇上降罪，展某也会一肩承担。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，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。盗佩流书向你挑衅，是出于一时冲动；奉还玉佩
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。至于前来投案，则是我自知有罪，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自有定论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盗配刘书，还配投案的来龙去脉，本府已然明了。然而，要如何处置于你，待本府斟酌之后，自会有所决定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留在府中，不得擅离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草民遵命。大人，那白玉堂的身份是？无需关押，也不必监管。他若有逃脱之意，又岂会前来投案？白玉堂，本府所言是也不是？包大人明鉴。王朝马汉在。给白玉堂安排住所，要好生对待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打算如何处断？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，却不失侠义之心，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。本府立刻进宫面圣，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。谢大人。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，本府只能尽力而为，只怕皇上未必同意呀。不行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？回皇上，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，绝非存心对皇上不敬啊。他和展昭怄气，就能闯进朕的禁宫，而且还盗走了朕最珍贵之物。玉佩也已由白玉堂主动奉还，而且丝毫无损。那又如何？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，皇上可否开恩特赦？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，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？皇上，国法不外人情，以情度法，以法治国，方是国法之真意。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。暴政，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？你一向执法守法，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？回皇上，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。然而，法有严疏之分，罪有轻重之别。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，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。此人虽桀骜不驯，却颇具侠义之风。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，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！什么？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，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。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，以功折罪，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，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。微臣斗胆，恳请皇上开恩。包拯，你真这么想？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，所事非人？臣为国举才，一无所惧。好，朕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，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？臣遵旨，谢皇上。
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？白某不能不来，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。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。展昭，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，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。我明白。可是我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日子，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？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结果呢？如果不是包大人，我不会接受官职。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，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？不错，像包大人这种清官，并不多见。如果我不帮他，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，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。你不但侠气过人，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，都让我自愧不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为朝廷尽一份力。不可能，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进入官府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我还是戴罪之身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有办法，让你免除罪责。你这么信任他？士为知己者死，连这一点我都比不上你，真可笑！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，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。的确，鼠不如猫。白兄弟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展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。大人，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。不错。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？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。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哦，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。哎，有了。如何？眼前的确有件大案待办，太妃娘娘之案。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。不错，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。然而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。陈琳，正是。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，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？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？是的，大人。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认母一事有所尽力，也算是功劳一桩啊。公孙先生所言极是。马汉，在，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看谁来了？五弟，是你们，
你们来干什么？老五，你这算什么？不声不响，留封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是啊，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。吴弟呀，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。大哥，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也知道，劝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？很简单，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，我们就一起来陪你。大哥，如果你要是杀头，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。后事啊，我们全都交代好了。你们，五位请放心，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，还请静待结果。展大人，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。既然五位都来了，一起去见包大人吧。启禀大人，县空岛吴蜀道。叩见包大人。五位请起。谢包大人。卢方率县空岛吴蜀向包大人投案请罪。哦，白玉堂进宫盗宝，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？回包大人，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，生死相依。倘若五弟有罪，我等情愿同罪。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？回大人，江湖中人义字当先，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，可县空岛吴蜀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。所谓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，如今看来，却也未必尽然。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，却勇于认罪于后。你们兄弟四人，虽未处罚，却因义之所至，甘愿同罪。若依本府，吴蜀当为无义。谢包大人谬赞。大人，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？不，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，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，自当泾渭分明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我们兄弟听候判罚。白玉堂虽有罪在身，但皇上以人数为怀，其以戴罪立功。若能将功折罪，或可免去刑责。这如何戴罪立功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！公孙先生，是。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，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，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，所以请你们吴蜀保护进京，这便是大功一件。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。好，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，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。时间紧迫，即刻启程。是。五位，一路顺风。展大侠协助之恩，吴蜀永志不忘。好说，请吧。
展昭带五属，叩谢大人。展护卫快快请起。谢大人。大人苦心，属下明白。大人分明是想替白玉堂找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不，陈令的安危也的确重要，有他们5人前去接应，本府也安心许多。人说大人有法无情，的确是错怪大人了。也不尽然，执法之人总得接受世人公平，情理法3字兼容并蓄，才是执法之精要准绳。然而，以情度法，或是违法徇私，这两者之间不过毫厘之差，端看用心如何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又岂在乎人言？大人言传身教，展昭永记在心。今日于武艺一见，本府已感受到江湖中人豪迈之情。本府将展护卫揽进官场，想必多受约束，也委屈展护卫了。追随大人是展昭自愿，并无委屈可言。展护卫侠骨仁心，令人钦佩呀。如今白玉堂之事已安排妥当，就该集中心力在太妃娘娘身上了。太妃娘娘如今情形可好？公孙先生正在施政，稍后本府要将眼前的进展一一禀报。你且随本府一同前去，也好向娘娘正式引荐。是。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。展护卫请起。谢娘娘。
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王爷，此事兹事体大，又事出突然，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。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？事隔多年，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，若无足够的凭证，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。那以包大人之见呢？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、陈公公接回京来，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。一旦取得足够证据，再向皇上启奏，较为妥当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，以皇嫂之意呢？20多年都已经等了，再多等几日又有何妨呢？好，那就依包大人之见。王爷，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，还请王爷稍作忍耐，不动声色。本王明白。太妃娘娘，请先回府休息，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，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。请留步。两位大人打扰了。这位公公有何指教？这位老夫人，咱家看着有点眼熟，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？这位公公是？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。原来是郭总管。老夫人从未进过京，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，不便久留，还请郭总管见谅。是，二位请便。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？开封府的人。那位老夫人呢？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。这就是安神路。是，八王爷亲自交给奴婢的，说是只要用上个3、5滴，就好让娘娘安睡到天明。真会有如此奇效吗？奴婢早上已经派人试了2滴，刚刚才醒过来呢。好吧。请。
郭淮，奴婢该死。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？回娘娘，奴婢在想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。哦，她可是你的旧识啊。哦，不，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谁呀？像是。别吞吞吐吐的好吗？她究竟像谁呀？说呀。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。哎呀，娘娘，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啊！你说她像谁？娘娘，是奴婢一时眼花，胡言乱语。娘娘，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！不，哀家要弄清楚，她真的像李贵妃？是。哀家才梦到她，你就见到她。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？娘娘啊，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，奴婢还亲自见过她的尸首呢，不会错的。他们只是长得相像，一定是别人。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？到南清宫去做什么？回娘娘，奴婢打听过了，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。是去拜见八王爷的。包拯的表亲，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，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。即便如此，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？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。那就去查清楚。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，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，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，知道吗？是，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，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。大人平反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。不错，八王爷身份特殊，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。等陈灵抵京，查明细节之后，便可着手进行。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。但愿不会横生枝节。娘娘，此事一直秘而不宣，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。不，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。娘娘何出此言？日间哀家离开王府时，遇见一个人。哦，但不知遇见何人？郭淮。郭淮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求药，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？不错，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。难道他认出了娘娘？岁月催人，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，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。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，但他心中必有生疑，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。而后呢？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，方得脱身。大人，虽然郭淮可能起疑，却未必会有所行动。眼前应不致被察觉。话虽如此，
却不能不防。娘娘请宽心，包拯会尽量设法让娘娘不与生人接触，然后静观其变。哀家明白。如今指望陈琳能尽快回京，以免另生波折。驾！驾！二位为何不走了？公公啊，请留在车里，不要露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可是冲着我们来的？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？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？有何见教？现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，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。这是公孙先生亲笔信函，请二位过目。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。是，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，途经草州桥，在天齐庙放告后，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，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。就算如此，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，而且住下不走？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？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，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。哦，包大人回京后，陆续有江湖人士进府，后有相继离开。包拯审理刑案，难免有涉及江湖草莽之事，这倒也不足为怪。奴婢还打听到，包大人的座前4大侍卫中，张龙、赵虎已离京多日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包拯属下出京办案也是常有之事，还有什么？这其他就没什么了。对了，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，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。陈琳？他打听陈琳做什么？回娘娘，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，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。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，想必是想去看望她一下。不会如此单纯。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传哀家的旨意，宣那老夫人进宫，哀家要亲自见她。是。哦，太后要宣老夫人进宫。正是。学生冒昧请问，太后怎么会知道老夫人在府中呢？包大人的亲眷进京，开封府谁不知道啊？
我看公孙先生是多此一问了。老夫人乃是乡野村妇，不识宫中礼仪，恐有冒犯失礼之处，还请郭总管回禀太后，收回成命，免宣入宫。包大人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太后娘娘宣召是何等的荣宠啊！再说这一旨以下，咱家可不敢顶回去啊。这，郭总管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学生正在为她诊治，此时入宫，恐怕多有不便。那没关系啊，咱家在这等候，并亲自陪同入宫。再说了，这宫中有咱家照应，包大人敬请放心。这话说到此，包大人若是还不答应的话，那可就是对太后娘娘的最大不敬了。太后懿旨，本府怎敢不遵？烦请郭总管稍后，本府前去禀告老夫人，并略述宫中礼仪之后，再随郭总管进宫。那就有劳包大人了。没有料到，他们真的盯上了太妃娘娘。大人，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了吗？太后懿旨，谁敢违抗？太后既然指明要见太妃娘娘，既然是非见不可，只怕是避无可避呀。一旦太妃娘娘进宫，生死便全掌握在太后手中，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本府身为外臣，若不奉诏，不得擅自进宫。纵然有心拼死维护，入不得宫，又岂能奈何？大人进不了后宫，展昭却可以。哎，不错。展护卫蒙皇上赐封，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圣驾当前特许带刀，深宫内院任意行走。倘若展护卫随太妃娘娘前往，任谁也无法拦阻。的确如此。展护卫在，就劳你随侍太妃娘娘奉驾入宫。入宫之后，娘娘的安危就全仗你了。属下誓死保证娘娘的安全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如今还得劝得娘娘安心前往，谨慎应对，否则后果仍难逆料。他要
太后存心摆弄威风，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，全无作用。就由他摆弄吧，不值得计较。待会儿见面时，少不得依礼参拜。无妨，既然来了，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，携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叩见太后娘娘千岁。二位平身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娘娘。听郭总管说，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，是吗？回娘娘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又不知宫中礼仪，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，以免失仪失态。哼，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。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，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。谢太后。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，傅大人家说的话，展护卫未必适合听。包大人再三叮咛，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，所以没这一说。在哀家这仁寿宫，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，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，如何呀？展昭不敢。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，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，一个也不留，全都。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。正是。包拯虽借此婉拒，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，只得让老夫人去了。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若是坚持不去，非但坐实了太后之疑，而且造成抗旨之事，两相权衡，
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。为防万一，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。哦，有展护卫随行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。但包拯仍觉不妥，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名目，进宫面圣，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。你顾虑的对，由本王进宫，的确较为合适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。多谢王爷。老夫人本姓赵，是。居然与皇家同姓，也是有缘了。不，太后娘娘，赵是天下第一大姓，我是沾了皇家的光。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但不知是哪一房、哪一脉。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，论辈分，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。常言说得好，一表3000里。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。哦，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？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，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，不但不养我，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。谁知道问案，却问出个远房亲戚来。这下可好，管吃管住不说，还把我带到京城，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。老夫人这双眼睛是……唉，都瞎了10几年了。我也是没福气，能到皇宫里来看看，那是多大的福气呀！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谁？你看得见？哦，原来是郭公公啊！我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只是眼睛瞎久了，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，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。哦，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。我哪能担当得起呢？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，那可是个大官。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？罪过，真是罪过呀！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，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，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。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。你也别客气，你确定不是姓李？太后娘娘说笑了，这姓怎么能乱改呢？太后娘娘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？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长得十分相似。是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，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。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儿去了？
他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。可是哀家始终觉得他没有死。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。不错，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嘛，人都死了20年，娘娘还觉得他没有死，甚至还觉得他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，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。要做娘娘的姐妹，那得积多少阴德啊！我一个乡野村妇，能长得有点像，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。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，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宠。哼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。谢谢。自你登基之后，所作所为均不是规矩，有为有守，没有令人失望啊。那是父王在年幼之时教诲之功，孩儿一直不敢稍有怠慢。只是父王甚少入宫，孩儿也未能成婚定性，善尽人子之孝。你我虽为父子，但是依照朝廷体制，如今却属君臣，若是经常往来走动，反而不妥。唉，就维持现状吧。只要你一切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父王不愿入宫，还是儿臣回府探望吧，也好随时向父王请益。唉，那就随你吧。不知太后情形如何？郭槐来府中求药，以治失眠之症。不知太后是否已经开始服用了？太后日前受失眠之苦，孩儿记得幼时父王偶以安神露助孩儿入眠，故而差郭槐前去求药。打扰父王，还望父王恕罪。哼，谈不上打扰。不过，你对太后的关怀之情，颇让人称许呀。生育养育皆是恩情，孩儿不敢忘父王的生育之恩，亦不敢忘太后的养育之情。你有此想法，也算难得。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多服。既然进宫了，也就顺便去看看太后，也好当面嘱咐。孩儿也正要去探问太后服药成效如何，父王何不一起前去？如此甚好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拜驾仁寿宫。是。老夫人，请用点点心吧。啊，请。谢谢。别见外，吃一点吧。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谢谢。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。来。
这叫心怀蜜，用杏仁、槐花和蜂蜜调制而成，是当年哀家那位好姐妹自创的甜点。好吃吗？妹妹啊，姐姐，来，我们去吃点心去。哎，来，来坐。妹妹，你尝尝。哎，你又研制了新的点心？是啊，是我刚研制出来的，当然要请妹妹第一个尝了。好吃吗？有淡淡的花香，有点苦涩。不过饼心却是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是怎么做的？这是5月初开的槐花，带皮的杏仁儿，再加上断花的蜂蜜，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有名字吗？有啊。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“杏怀蜜”3个字的谐音，心怀蜜，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。心怀蜜，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？不，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。我们刚进宫的时候，就像初开的槐花，洁白美丽；而在宫中的日子，就像杏仁一般苦涩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往后的日子啊，就会像蜜一样甜。姐姐，姐姐只教给你做法，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，记住。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从此以后，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。20年前，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，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。可是这心怀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，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，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。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你因何掉泪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哀家亲眼所见，怎说没有？我，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老婆子天生就爱哭，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让娘娘见笑了。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。如今故事说完了，老夫人也哭过了，现在可以吃点心了。这点心，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。我老婆子
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？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，直到现在，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。展昭叩见皇上，八王爷。展护卫平身，谢皇上。展护卫为何会在仁寿宫外？展昭陪同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奉太后懿旨进宫。哦，太后宣老夫人进宫，展护卫为何不在一旁陪伴？太后与老夫人闲话家常，命展昭在宫外候命。那就随朕一起进去吧。谢皇上。得看清楚，你究竟是姓赵，还是姓李？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。平身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望母后病体早愈。免礼。皇上来仁寿宫，怎不先通知一声？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？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，特来探望。哦，哼，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，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呀。惭愧，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，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，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，又是皇上的生父，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拘礼呢？你能来看看哀家，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多谢太后不罪之恩。本王是来提醒太后，那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服之过量，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！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吧？老夫人，圣驾当面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，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。老夫人身体欠安，目不能视，还请皇上。展护卫，该跪就跪，该拜就拜，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？哎，老夫人请起。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，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老夫人因何落泪？皇上，我是心里难过。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？皇上，我听说皇上
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，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小心丝毫不减。可怜我老太婆，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她却不肯认我，丢下我一个人，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。皇上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，不难过？竟有此事？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？回皇上，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，一旦查明，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。如此不孝之人，休说朕不放过他，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展护卫，转告包大人，务必尽快查办此事，以安老夫人之心。展昭遵旨。皇上，老夫人进宫已久，未免包大人挂心，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。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。老夫人难得进宫，就留宿一晚。明日一早，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。哀家坚持，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。回娘娘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，不得擅离。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，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，请太后恩准。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，以免包拯担心。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，哀家岂会再有异议？只是包拯那里……不妨。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，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。谢八王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，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。是。什么？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？不错。当时皇上也在场，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，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。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？应该是不会，否则太后和郭淮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。学生以为，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，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。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也是为了更加确认。对，有此可能。倘若如此，老夫人在宫中，岂非身陷险地？此事皇上也已知晓。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，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。按理说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。然而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，而打算孤注一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还有展护卫在。对，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如今，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。老夫人，东派。
安然度过危机，才能如愿以偿。唉，若不是盼着这一天，我早就不眷恋这悲惨的人世了。展护卫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想必是另有所图，请老夫人暂且忍耐，及早就寝，一切交由展昭应付即可。好，一切就依你。无论夜间有何动静，都请老夫人闭门不出，展昭自会在屋外守候。我不会看错，一定是他。娘娘，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，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，千真万确，她死了20年呐。那么就是他又活了过来。娘娘啊，这人死，他焉能复生啊？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？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，可是，就算真的是他，这事隔20年了，相貌已大有不同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？不对，他能瞒得过天下人，但是瞒不过我。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，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把他请到寝宫来，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哀家的话你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大人仍在为太妃娘娘担心吗？展护卫虽在娘娘身边，然而后宫全在太后与郭淮的掌控之中。本府担心的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展护卫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想必定会保得娘娘安然无恙。单凭武功不足为事，展护卫需要的是斗志，而非斗力。说是娘娘的安危，实则却是正邪善恶之争。胜，则是公理正义之胜；败，则是天道人性之败。本府虽知展护卫必能妥善应对，却仍难免挂记于心呢。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
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经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了。展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！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槐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，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哼，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！哼，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力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，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。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，
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，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胎记，这与生俱来的记号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哦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又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。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公公，怎么样？有。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，请。
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？展护卫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你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啊？这。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钦，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哎呀，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，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哼，怎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，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，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哼，难说。可是，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你们过来，接受盘查。这。
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，果然没有料错。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，识相的立刻离开，还可以保一条活命。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，想必是来自江湖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，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。哦，阁下又是什么人呢？金毛鼠白玉堂。你不用看了，县空岛五署全在此，你还想拦我们吗？五位都是江湖豪杰，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？在下也是受人之托，还请五位不要插手。你错了，这件事县空岛五署管定了，你最好让我们过去，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。在下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不挡人财路，乃是江湖规矩。彼此日后还要再见面吗？不，像你这样只管拿钱办事，不问是非黑白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谁说要跟你再见？白玉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。你五署再有能耐，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！你就试试。好，一个也别放过，给我杀！闯！三哥开路！什么？没拦住陈琳？奴婢该死！抬起头来！包拯不过派了2个人去接陈琳，你竟然会拦不住他？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，他们的人武功高强，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江湖人？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，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。陈琳如今人在何处？他已经进了开封府。包大人，陈公公辛苦了。不，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，关乎至深至大，咱家哪怕跋山涉水，也要立即赶得来呀。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，却让公公受惊了。没事，有县空岛5位英雄保护，咱家安全得很。包大人，那位真的在开封，而且正在府衙之中。包大人，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？不急，老夫人正在午休，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，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，如何？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。张龙、赵虎，大人，令陈公公客房休息，并请县空岛武艺厅中说话。
是。谢包大人。请。大人，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，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？不，时机不宜，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。是。见包大人。无畏秦旗。谢包大人。陈公公安然抵京，无畏功不可没。包大人有令，草民兄弟岂敢不遵？幸喜人证无恙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？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，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，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，本府不便透露。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。对，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。不敢有劳五位，此案牵涉太广，五位不宜介入。包大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，有我们加入，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。二弟，不得无礼。二哥，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，必有缘由，我们听命就是了。哎，并非本府不愿领情，只是无谓介入，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，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，反而有碍办案，届时岂非适得其反？包大人，可否听白玉堂一言？请讲。陈公公返京途中，对方伏击不成，势必会再度尝试。陈公公虽已在开封，却仍处险境。倘若仅留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，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，又可确保人证安全。如此一来，岂非两全其美？这，大人，白武侠言之有理。虽然展护卫在府中，毕竟分身乏术，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，当可确保无事。大人也可专心办案，而无后顾之忧。公孙先生所言甚是。既然如此，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。谢包大人。老五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结果你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们几个还得回陷空岛，什么热闹也看不了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走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五弟留下来是对包大人办案有帮助，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五弟留下来不但对包大人有帮助，对自己也好。徐三侠毕竟看得透彻，包大人要白武侠将功赎罪，保陈公公进京。若是再能确保他的安全，日后大人在皇上面前就更好说话了。公孙先生，白玉堂此举并非只为了将功赎罪。哦，我与展昭谈过之后，才明白他投效包大人的原因。南侠都能因包大人为官清正而仗义投身官府，白玉堂为何不能略尽心力？休说只是为了保护陈公公，便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白武侠豪情义举，公孙策由衷佩服啊！五弟，大哥可是觉得小弟与之前大有不同？不错。以前你一直心高气傲，更不屑与官府为伍。如今看来，好，做大哥的以有你这样的兄弟为荣。
小弟惭愧。好极了，老五，真有你的！二哥也就不再啰嗦了，这就乖乖的回陷空岛去。多谢二哥。哎，五位啊，五位，为防人耳目，还请白武侠与各位一起离开府衙，再悄悄转回来，方能收暗中保护陈公公之效。公孙先生顾虑周到，白玉堂谨遵台命。哈哈，告辞。小小的金丸，竟然会是日后被封为皇后的凭证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母以子贵，虽说是传统，可是也太没道理了。孩子临盆还早，妹妹何必又想那么多呢？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皇上真的会封皇后吗？君无戏言。当然会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姐姐比我先怀孕，自然会先生。那么将来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现在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。就算生了儿子，被立为太子又如何呢？你我姐妹情深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太子是谁生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可是太子毕竟只有一个，皇后也只有一个啊。妹妹，听我一句，权势富贵固然迷人，可是安详和乐更为重要。我们何其幸运被选入宫中陪伴皇上，可我们又何其不幸，与家人断绝往来。身为贵妃，我们生活无忧，享尽荣华，比起大多数人更是天壤之别。妹妹，所以只要我们生活的快乐、健康、平安，谁是太子，谁当皇后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如何？那些江湖人已经离开，开封府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看来他们正在密谋对策，随时可能有所行动。娘娘，奴婢从头到尾的仔细想了一遍，这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？怎么说？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，这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。这狸猫换太子，只有寇珠参与其中，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，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啊！郭淮，你跟着哀家30几年，
竟然会如此懵懂。请娘娘明示。全案最为关键的一点，是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。这，如今即可断定，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，反而交给了陈琳。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，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。娘娘，那么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？可是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可太子他从来没有露过面呢。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，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？27、8岁吧。不错，正与皇上同庚。难道？不无可能。娘娘，要是果真如此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吗？这正是事隔20年之久，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。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，还请公公示意。包大人尽管提出，陈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本府要问的是，当年公公奉旨赐死，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，如此重大之事，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？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，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？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，只是当时时机紧迫，不及禀报。再者，以八王爷的脾气，必会据理力争，而先皇怒气未消，必不听谏。如此一来，反倒毫无退路了。所以，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，怎奈娘娘出宫之后，竟断了消息，音信全无。唉，也真是造化弄人。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，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。娘娘下落不明，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于中烧得尸骨难辨。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，斟酌再三，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。陈公公，后来皇上继位，
大权在握，陈公公因何没有伺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啊？皇上不明身世真相，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。且事隔多年，人事全非，单凭陈琳一人，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？万般无奈，只得告老还乡，远离京城啊。换做任何人，恐怕也无能为力。本府尚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娘娘逃离后宫当夜，冷宫当即遭到火焚，想必不是巧合。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？冷宫失火，乃是秦凤自焚呐。你待怎讲？当郭槐验过尸首，离开冷宫之后，咱家愈想愈担忧。没想到，还真的把郭槐给瞒住了。狱中这条小命，总算没有平白牺牲啊。公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瞒得了郭槐，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，是于中假扮了李娘娘。那就行了。明儿一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。然后呢？交开封府，收敛，埋葬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。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，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。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？一旦仵作发现真相，必向宫中回报，郭槐还是会知道。怎么办呢？嘿，公公，你有办法吗？百密而一疏啊，如今也无法可施。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，娘娘已安全脱身。可是，他们却会找上我们。不错，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，公然违抗圣旨，私纵娘娘出宫，恐怕死罪难免呐。秦凤，咱家虽死不足惜，只是却拖累了你呀。不，祝娘娘脱困出宫，乃秦凤自愿。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，也可以和于中作伴，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。好，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。只可惜，娘娘虽逃出宫去，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，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。我有法子了。哦，你快说。仵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。话虽不错，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，一旦毁尸灭迹，他仍然会找上你。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。我有把握，叫郭槐不会怀疑
也无从追偿。事关重大，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。今夜3更，冷宫会有一场大火，火场之中只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李娘娘，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。你横竖都是死，就让我死得值得些。秦凤，请受我一拜。公公，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尘冤，让秦凤与于中死而无憾。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。当夜冷宫起火，我没敢去火场，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。秦凤虽死，却掩盖了真相，没有让郭槐起疑。原本以为只有于中一人因我而死，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……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。娘娘，包人以为他2人死得其时，也死得其所。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，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。陈公公，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。公孙先生，请说。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？陈公公可知晓啊？咱家当时暗中查过，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，官府也登录无误啊。显然是杀人灭口。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。包大人所指何人？寇珠。对，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，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，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，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。陈公公，寇珠如今还安在啊？陈公公，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，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。不错，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，远胜于其他。莫非寇珠竟然也……本府明白了，陈公公，寇珠的情形与此案关系重大，公公恐怕不能不说。寇珠虽然年轻，却让人敬佩啊。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，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。刘皇后圣诞之日，指派咱家前去送礼。离开金华宫时，竟遇见了寇珠。公公，此地无人，公公放心。寇珠，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，以免起人疑窦，你为何偏要来见我？公公，公公，情势紧急，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几天，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，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。啊！你这个丫头真是的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寇
寇珠是因为不忍心叶娘娘受委屈，所以……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，任他处罚，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不，他已经起了疑心，甚至追问我，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。啊？他想干什么？他打算挖出尸骸，确认无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推说记不清楚，胡乱指了几个地方。不行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。寇珠明白，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，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。咱家当然不会说了，只是你，寇珠也绝对不会说。他一定会用刑逼迫，万一你熬不住酷刑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公公，我不会给他机会。怎么说？我会尽量忍，实在忍不住，寇珠会矢口否认，以死明志，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！哎，公公，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，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寇珠啊！公公保重。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程玉侍女，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。陈公公，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？寇珠虽然意志坚定，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。唯恐他熬刑不过，求死不能，而供出太子去向。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。见过陈公公。郭总管可在宫中？回公公，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。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，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。是。哎，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扫？皇上随时可能驾临，若是冲撞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？回公公，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昨晚有一名程玉撞柱自尽，留下了血迹，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。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，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？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。你可知那名程玉是因何自尽的？啊，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，想逃出宫去，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寇珠。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！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，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。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，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。的确如此。寇珠既然已死，他们自认天衣无缝，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，故而不再追查，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。只是如今，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，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。陈公公，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，多谢公公指点。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
就案平反，奸人伏法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届时还要请公公作证对质。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。宝琴，臣在。何时才是时机成熟？回娘娘，包拯今夜详拟对策，明日开始立即着手，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。奴婢郭槐告进。娘娘，您还没安歇呢。哀家怎能睡得着啊？娘娘，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，请娘娘宽心。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，你说。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，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。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，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。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，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。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。一个展昭，他分身乏术，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，他包拯就难以翻案了。若是刺杀不成，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？那就连包拯一块杀。大人可是已有对策？寇珠、秦凤、于中。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，有4条人命牵扯其中。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，而是涉及无辜命案。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，开始侦办。哪里走？大人，请留在屋里，不可出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有刺客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有人进府行刺。老夫人放心，有我们在。老夫人，展大人就在门外，谁也休想闯进来。守住房门。是。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。什么人前来行刺？对象是谁？回大人，来了几10名黑衣人，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。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，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。他们是要杀人灭口，让本府死无对证。快走！跟着！白玉堂在此，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去保护包大人，这里就交给我。走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
外界的情形如何？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，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。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？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，对大人不利，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。他们这是孤注一掷。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根本就是江湖败类。今天碰上我白玉堂，算你们倒霉。展某不想多伤人命，你们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免于一死。娘娘受惊了。哀家还好，可是他派来的人，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，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。不会错，一定是太后指使的。否则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？话虽如此，却无法证实。不过，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，而是确认了。难道他在宫中看出了破绽？公孙先生可有看法？大人，学生以为，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，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，又潜进府衙行刺在后，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，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。不错，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，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。正是。娘娘，府衙之中有展护卫于白玉堂，足可确保安全。明日，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。此案若想顺利侦办、彻底平反，非八王爷不可。否则，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。若不是有你在，陈公公只怕已遭人毒手。只要包大人不嫌弃我再次妨碍办案就行了。包大人早知道你会有所帮助，只是你并非官府中人，不便主动相邀罢了。哦，那包大人倒还看得起我白玉堂。不过你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别怪我。就算留下了活口，也问不出是谁指使。他们都是拿钱办事的杀手，既不问出钱的是谁，更不管该不该杀。哼，长得会点武功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。哼，这些人根本是死有余辜。毕竟还是一条性命，往后还是手下留情。哦，这有点不像江湖人的作风啊。是受包大人的影响吗？展某曾经是闲云野鹤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过得也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但认识包大人之后，对人命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。正如包大人所说，人命关天，这也是包大人断案判刑最在意之处。也许包大人认为人命关天，
可是那指使行刺之人，恐怕就不这么想了。奴婢该死，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。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。是，奴婢会再想法子。不必了。这几天哀家接连着梦见寇珠，看来他是向哀家索命来了。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，干些那些昧着良心的事。如今报应终于来了。娘娘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，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，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。不放弃行吗？当然行啊，娘娘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有皇上啊。皇上？啊，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。别说是李妃、陈琳，就算是寇珠死而复生，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，那皇上相信的，毕竟还是娘娘啊。当年将李娘娘诈死，逃出宫去之事，瞒住王爷，实乃情非得已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审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不错。那刘太后与郭槐，至今有以为天衣无缝，可以只手遮天，哼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李妃尚在人间。不，他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昨夜还派人前往府衙，企图行刺娘娘与奴婢呀！什么？幸亏展护卫与白玉堂均在，娘娘安然无恙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想杀人灭口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好，本王立刻进宫，向皇上说明一切。王爷请慢。包大人，你前番要本王忍耐，等陈公公进京之后再去面圣。如今真相已明，又何须等待？王爷，并非包拯要等，而是必须先与王爷商定对策。哼，事实俱在，只要向皇上禀明一切，又何须对策？王爷，皇上始终自认是王爷亲生，若是直言相告，皇上又将情何以堪？包拯以为，还是循序渐进，婉转秉承较为妥当。唉，不错。如果要他立刻接受，的确也太残酷了一些。此外，皇上仁厚孝敬，对刘太后敬之若母，如今却在一夕之间，太后竟成强害生母的罪魁元凶。面对如此局面，皇上势必难以承受，无法释怀。陈琳，奴婢在。皇上自幼进宫，便由你陪伴成长。
依你之见，皇上将会如何呀？回王爷，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，对皇上同等重要。奴婢认为，除非是刘太后坦诚罪状，否则皇上是绝不会忍心降罪的。哼，要他认罪，谈何容易？王爷，若要拿郭槐认罪，却并非不可能。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？正是。那郭槐做贼心虚，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。刘太后心知肚明，也绝不会放人。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？包人倒有一计，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。包大人，有用得到陈林之处，尽管吩咐。若用此计，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。亚父，坐。亚父，你是何时回京的？回皇上，奴婢昨日才进京。自从亚父告老还乡，朕总是不习惯，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。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。亚父回京是来看朕的？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，奴婢也是受人之托。哦，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？奴婢是受人之托，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。告状？包拯可曾受理？包大人虽然受理，可确有爱难之处啊。哦，包拯一向公而忘私，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？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，充任宫娥。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，老夫妇哀痛莫名，领回遗体，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。如今年事已高，无力谋生。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，特央人请托，奴婢碍于情面，只得应允呐。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，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？回皇上，乡野村民无知无识，既不敢告诉，又投诉无门。如今若非生活所迫，也不会旧事重提，请奴婢帮忙了。此事倒也好办，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，行为内侍省，自可按规例补偿。包大人也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查明属实，却需传唤人证，包大人就难在这儿。哦，难道内宫不肯配合？倒也不是，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，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，总管后宫。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。嘿，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？宫人家属既有需要，郭槐理当协助调查，去一趟府衙又如何？只恐太后那边……母后一向讲理，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，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？谢皇上。亚父回京住宿何处？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，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。
回皇上，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，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。一旦了结此案，立刻进宫服侍皇上。好，朕就等你入宫。奴婢遵旨。大人妙计，皇上下旨，郭槐他不敢不来。他要是来了，咱家倒要听听，他还能有什么说辞？郭槐虽然不敢不来，本府也的确会将狸猫换太子一案提出审讯。但若郭槐矢口否认，却也不能就此定谳，仍需设法取得他的供状。包大人有把握让他招供吗？如今言之过早，还待静观其变。要你去开封府应讯，皇上怎会下这样的旨意？都是那陈琳使的小计，让皇上误以为只是让奴婢去做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证明寇珠当年乃是在宫中身亡。寇珠，娘娘放心，那陈琳只是假借寇珠家属请求抚恤补偿之名，奴婢就成全他，交内侍省拨点银两就可以结案了。难道包拯不会利用此案牵扯出当年旧案吗？娘娘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让他包拯白费心机。不，包拯人称青天有名的断案如神，你不能去冒险。哀家去见皇上，请他收回成命，免除你去开封府应讯。娘娘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奴婢若是不去，那岂不显得心虚？包拯势必就会借机大做文章，借题发挥，甚至在皇上面前扯出旧案来，你反倒顺了他们的心意啊！倘若你去了，难保不会陷入包拯问案技巧，落入圈套的。娘娘，奴婢自会掌握分寸。一旦包拯提及狸猫换太子一事，奴婢就会矢口否认，任他包拯如何断案如神，也难从奴婢口中套出半句话。倘若他对你用刑，受刑不过，你必定还是会招供。娘娘，包拯他一向以清官自诩，而不耻于动辄滥用三目之刑的酷吏，奴婢相信他不会动刑的。若是他一反常态，真的用刑，你又当如何？他若是严刑逼供，奴婢事后也会翻供，依旧让他白忙一场。哀家还是难以安心。娘娘，奴婢去开封府应讯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倘若娘娘还不能安心的话，这入夜之后，奴婢若是还没回宫，娘娘再去向包拯要人也不迟啊。好吧，你自己要当心。谢娘娘关心。既然是非去不可，就别让包拯小觑了你。带着后宫的卫队同去，也好壮壮声势。是。少时郭槐必是有备而来，要想从他口中取得供词，绝非易事。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若非皇上下旨，郭槐必不肯前来。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若想再传他，恐怕难上加难。若依学生之见，有在必要之时，大人不妨考虑用刑。不，用刑逼供乃是下之策，即便因此取得供证，也难以服人。再者，用刑腐烂，
往往造成冤案。开封府乃是经济要地，又岂可助长此风？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所谓通权达变，面对如郭淮之辈如此重大之案，若不用刑，恐怕无法让他俯首认罪，令案情真相大白。正因为郭淮并非一般的刁民恶吏，李茂换太子一案更非一般刑案，所以更要谨慎，稍有不慎，必生争议。轻则难以平反，重则动摇国本。公孙先生，你我必须绞尽脑汁，另谋良策，让那郭淮伏法认罪，而不能依仗3目之刑受人口实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包大人传召，有何吩咐？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，审得清，则可平反义庄冤案；若审不清，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，难以幸免。故而急需您2人鼎力相助。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，本府不便透露案情。包大人不必顾忌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，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。好，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，若有其他需要，再知会于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大人，属下要做什么？郭淮此来，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，将永无第2次机会。因而，一旦郭淮进府，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，否则不会让他出府。属下明白。展护卫还要确保，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，他们是后宫的卫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请稍后，等待通报。岂有此理！咱家是奉圣旨而来，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？郭总管，久违了。展护卫。展护卫，郭总管奉旨而来，怎可怠慢？是，郭公公，请。慢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后宫的卫队。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？他们是
咱家的随行卫队。詹某明白了，原来公公奉旨而来，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。不，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训的。既是前来应训，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，还请郭公公包涵。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。展护卫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。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，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。请回吧。哼，咱家既然来了，岂有回宫之理？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郭总管，请。不敢。展护卫请。郭公公亲临开封府，协助本府审案，在此谢过。好说，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，咱家怎能不来啊？只是如何？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郭公公言重了，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。皇上问起为何进京，咱家岂敢隐瞒？至于皇上是否下旨，郭公公是否愿来，那就与咱家无关了。哼，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，就是有抗旨之罪，又何必故作姿态呀？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多做计较？再者，既是昔日工人家属来告，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，助其脱困。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？那是当然，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了。那好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相关事政可曾齐备？回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待大人升堂了。且慢。小马汉张龙、赵虎在，传令升堂。是。
果然不愧是南侠。阁下想必就是分江署蒋平，蒋四哥了。得罪了，正是蒋平。多谢蒋四哥手下留情。若是没有那几根竹竿，詹某此刻早已畅饮着芦花荡之水了。詹大侠深功盖世，这点雕虫小技是难不住你的。好说。不过我的几位结拜兄弟正在前方候着，詹大侠要多加留心。多谢四哥关照，告辞。人力，阁下想必就是徐三哥了。詹某擅闯仙空岛，虽有冒昧，但并非为了挑衅而来。废话少说，手下见真章。嘿。得罪了。展昭，三哥有何指教？小心我二哥的火药地雷。多谢三哥提醒。詹大侠身手不错，庄主也不差。注意了！詹大侠，没有时间了，庄主请留神。展昭好计策。
卢庄主，承让。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展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意所何指？你为何剑不出鞘？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？白兄误会了。来得好！这下有热闹看了，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。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呀，看这形势有点怪。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。白五爷果然高明，展昭佩服。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，皇上封的御猫，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无鼠。老五，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。战大侠，五弟是侥幸获胜。不，五弟败了。三哥，你这话怎么说？他长剑已断，若不算败，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？不错，三弟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哥，请看，这是竹剑。这，展昭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。詹某原本无意与吴蜀为敌，更无伤人之心，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，还请诸位包涵。五弟，展昭，你白兄，同是武林中人，江湖同道。詹某对吴蜀兄弟侠义之风，
常有惺惺相惜之感，还请白兄撇去成见，赐还玉佩。五弟，大哥不必多说了。二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老五，你赢了。不，啊，我输了。不过，不是输在技不如人，而是输在气度。南侠之所以称为侠，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。白玉堂输的无话可说。玉佩奉还。吾属失礼莽撞之处，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。吾属兄弟信守然诺，展某佩服。惭愧，为了这个虚名，险些断送了吾属的声誉。这五弟之错，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，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。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，吾属绝不会逃避，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。罗庄主，请放心，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，展某答应庄主，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。怎么不见白五爷？老五虽然输了，可是面子上挂不住，想必是躲起来了。五弟啊，幸亏是认输了，否则这雷一响啊，可就糟了。在韩二哥的火药地雷阵前，恐怕展某也难以幸免啊！哎，不，展昭，别再提了，这事儿本来就不光彩，如果要再提的话，我也得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展大侠，难得来我陷空岛，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？不，皇上限期追回玉佩，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，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。他日有空，再登门拜谢。那好，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。四弟啊，在，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敢有劳蒋四哥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。告辞。告辞。请。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！哎，二哥，五弟要是没认输，你真眼抱着地雷？这个嘛，哎，我可是告诫过你，不准用这地雷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反正五弟也不在这儿，我埋的呀，那根本就是空地雷，它没装炸药啊！你呀！请留步。他日有空，詹某必定登门拜访。好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知会我们兄弟，我们会立刻赶到。陷空岛无属肝胆相照，詹某今天总算是见识了。蒋四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一个羽毛展昭，在下心服口服。这。本府今日审理的
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。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，是为原告。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，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？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，任金华宫承御之职。当时你乃是金华宫总管，自当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原告未必有理，被告未必有罪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公堂之上，一问一答都有记录。两位既是原告、被告身份，本府不用官称，而直呼其名，还请担待。陈琳，包大人，你状告何事？仔细说来。多年前，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，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，发放恤金。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，难以为生，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，请求补发恤金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有说辞？包大人，当年寇承御乃是自尽身亡，因此未予抚恤。如今家属状告咱家，也不给予刁难，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。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？包大人，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，又何须再提啊？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，包大人即可结案，就不必再细问了。不，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，却也是民脂民膏，朝廷公堂，当发就发，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？若是不能问明缘由，本府又如何结案？包大人啊，郭槐，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？包大人啊，这些陈年旧事，咱家本不想再重提。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，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。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，思念家人，竟然逃出宫去，却被抓了回来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后宫戒备森严，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？啊，现在倒好，被抓了回来，你让咱家怎么办呢？公公，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，请公公大发慈悲，让寇珠回去吧。唉，宫门深似海，入得出不得，不到年迈退休，谁也休想离开，就连咱家也不例外。咱家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上啊。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，否则一定会发疯的，请公公成全。寇珠啊，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你就尽量忍耐些吧。这2天，咱家也不怕你差事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这一回陶公之罪，
咱家也不再追究。你要好自为之啊！公公，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唉，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。郭槐，你简直是信口雌黄！陈琳，本府问案，不得任意开口。郭槐，倘若你所言属实，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，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？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，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。回本府问话。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华宫的声誉，刘妃娘娘，也就是当今太后，一向最重公誉，咱家是怕被责罚，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。哦，是吗？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，咱家坦诚不讳，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，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。不错，本府的确无权干涉。然而，那寇珠身亡之后，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，交开封府验尸定验。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，恰恰有权干涉。公孙先生。是。历年来，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。经查，金华宫程昱寇珠，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，流血致死。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。郭槐，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，你又何必急于解释？是咱家多言了，包大人勿怪。公孙先生说下去。是。验尸单上明白记载，尸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。显见，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。哦，包大人，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，咱家实在不知啊。或许是旧伤痕遭仵作误判所致啊。就你适才所述，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，甚至对他安慰有加，更遑论对他用刑了。的确如此，包大人明鉴。启禀大人，尸单上还另有记载。说。是。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，仵作断定，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，乃是同一时间造成。不可能！郭槐，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包大人，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，或许是仵作验错了。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，本府不妨告知于你：仵作验尸程序周密，除仵作本人，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，签押为凭。入殓之前，更有他人赴验，一切无误之后，方可结案。其所以如此繁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人命关天。你说仵作验错，本府却可断言，在经济重镇的开封府，几乎全无可能。包大人，
适才，你为何要言谎？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？他可是受刑不过，宁可求死。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？凡此种种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，休怪本府不讲情面，依法论罪。包大人啊，这事隔20多年，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。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。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，潜逃出宫，咱家何必对他用刑，更何必逼他自尽呢？哼，那寇珠究竟是自尽，亦或是遭人杀害，尚未可知。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？包大人若是如此说，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，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？很简单，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，根本是个孤儿，何来家人思念？哼！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。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，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，置他于死？你竟然设计咱家！咱家立即回宫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站住！今日你来得去，去不得。包大人，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？即便如此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！包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，要动咱家，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。郭槐，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，那就大错而特错。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，本府依法将你扣押，便是在皇上面前，本府也毫不退缩。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？包拯，你来人呐！在。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本府再审。是。郭槐郭总管应包大人之邀，留在府衙继续聆讯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包大人，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？郭槐在应答之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，更是早已设下说辞，可见此人刁钻沉稳，兼而有之。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必定无功而返。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，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。一旦他身陷困境，或有可能慌乱失措，从而突破其心防，促其认罪。哦，此举能有效吗？当然有，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。包大人要咱家做什么？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。
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老头儿，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郭淮，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保证他得放我出去，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。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来，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？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嗯，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，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啊，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你，哼，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啊！郭淮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忠，都不是我杀的。
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哼，保证他关不了多久。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，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，郭槐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。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，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愚夫愚妇迷信所致。那郭槐怎会相信若此啊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了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槐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槐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槐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槐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那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顾公公，请用点酒菜。哦，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
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。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啊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，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你是来要人的？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槐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你这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先皇御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，有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，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嗨，不妨事。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启禀大人，
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。包拯这便就去拿郭淮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？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淮。哦。夜审？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。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郭淮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买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熬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诛何在？冤魂寇诛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那是寇诛！啊不，他不是寇诛！还我命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还我命来！郭淮，包大人啊，你寇诛！阴阳末路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诛要将郭淮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淮既在人世，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淮，包大人，你可先不让他过来呀！啊！制裁寇诛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
我承认呐，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娘娘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。将郭淮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包大人果然高明，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，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诸鬼魂，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，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召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，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
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身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，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
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。展护卫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当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槐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，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槐招供了？是。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琴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回禀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来，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槐设计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槐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秘辛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槐供状在此，请皇上御览。
娘娘觉得如何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学生正是公孙策。想必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，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。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淮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。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李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淮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注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淮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然后呢？这……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，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历劫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
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不可能！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列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。正是玉成宫李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，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，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，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，太监于忠舍命泉中自请替死。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槐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她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李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。臣恳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引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……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
包拯，郭淮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杨牧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之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皇上将你赶出宫来，包拯惭愧，未能劝谏皇上，立即因李娘娘进宫。啊，不，这怨不得包大人，不过也怪不得皇上。王爷，乍闻身世之谜，任何人都无法承受。给皇上一点时间，他会想明白的。倘若皇上所想不如王爷预期，又当如何？届时，本王自会出面。如今却难在如何面对李娘娘了。哼，谁也无法面对。只有包大人委屈担待了。大人已将全案禀奏皇上了。郭淮可由本府依法处断。啊，那太后和李娘娘呢？詹护卫在。如今郭淮已被关押，娘娘的安全也已无虞，就让白玉堂先回献空岛。他毕竟是个江湖人，不让他知道此案的内情比较好些。大人要他戴罪立功，为何不带他进宫面圣？暂且不要，待此案所引起的余波平静之后再议。是。大人，皇上对此案可是另有看法？公孙先生果然心思缜密，本府就知，绝对瞒你不过。皇上的确对是否追究太后之罪，是否立刻引李娘娘进宫，尚有所犹疑。皇上怎可如此？既然已知娘娘身份，就该立刻接她进宫，善尽人子之道。无论任何原因拖延，就是不孝。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或许对皇上而言，生育养育同等重要，而难以取舍。既是皇家恩怨，外人也就难以。
不能就这么简单。倘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，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，又怎么敢生儿育女？这人伦二字，岂非荡然无存？皇嫂，你要如何才肯认他？要如何责罚他？你才肯原谅他？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。在母子相认之前，老身只是一介平民。包大人，包拯在。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，该是如何惩罚？娘娘，不论如何惩罚，若要想老身认他，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。宝琴不得推脱，朕命你立即升堂，将这一不孝之罪究办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这的确是本府自入世以来，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，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景。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？无法推辞。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，本府已是奉旨升堂，不能不办。太后是原告，皇上是被告。大人这主审官，的确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，想必有所看法。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。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。哦，本府愿闻其详。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，心中却必定舍不得。学生明白了，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？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，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。本府已有因应之策。王朝马汉在，传令升堂。是。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叩见娘娘、王爷。包大人请起。谢娘娘。来人呐！在。升堂。是。本府今日奉皇上圣谕，审皇上不孝之罪。虽然由古至今，自有行制
以来，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。然而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。本府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若依本案实情，该当何罪？该判何刑？回大人，弃亲不养，知亲不问，遇亲不认，事亲不孝，一律可判拘禁、苦役、罚银、杖击之刑。然而，不知者不罪，无心者轻判。本府横情度理，依法判处杖刑20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？本府也知，绝无以臣打君之理。然而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。包大人，皇上，无妨，包卿，你就依法行刑吧。臣遵旨。来人呐！在。为皇上宽衣脱袍。是。不得无礼！斩护卫。属下在。待本府行刑。遵命。自古以来，臣不打君，本府奉旨，不得不打。王朝马汉灯笼照虎。在。将龙袍押上堂来。是。如今，本府仗打龙袍，如同打君。行刑！若非包卿机智，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。臣万万不敢。皇上，白玉堂入宫盗佩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，还请皇上特赦免罚。那是当然，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，足以将功折罪。谢皇上。如今幸得母后相认，其实真正该赎罪的，应该是朕。回宫之后，朕立刻下诏罪己，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，恪守孝道。好，皇上能以仁孝治国，是乃朝廷之幸，万民之福啊！还有那寇珠、秦凤和于忠，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，以彰忠义之风。皇上圣明。
王。